比尔盖茨曾10次预言9次成功，他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恐怖的预言家之一。他的这些预言都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比尔盖茨的可怕预言，全程高能，理性观看。1999年，比尔盖茨写下一本叫做《未来时速：数字系统与商务新思维》的书。当时已经44岁的比尔盖茨在商界有了一定的名声。他写这本书的本意是分享自己的商务思维，同时写下了他对未来的一些大胆的猜测。首先，他猜测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携带又小又方便的移动设备，能随时随地跟人联系，甚至还能在移动设备上看新闻、买机票、炒股等等。这个预言毫无疑问已经实现。第二个预言是未来人们不一定需要纸质币付款，可以在网上付款，有网上医疗，跟医生在网上交流，这个也实现了。第三个预言是未来人们会出自己的网站，社交媒体能进行私密的聊天。在1999年 QQ 诞生了，2011年微信也横空出世。第四个预言是未来的广告会变得更加智能，会出现在移动设备上，能猜测人们的喜好、购买倾向，然后展示给人。这一点相信大家感同身受，不管在哪个平台浏览过什么内容，说过什么内容，点进购物 APP 时都会刚好出现自己说过的东西。第五个预言是未来人们活在监控下，不管是户外还是在家，都有智能监控，甚至能监测小孩和宠物，不在家也能够收到来访通知。但他的恐怖预言还不止这些，未来世界将会有一种新型病毒在全球蔓延，这是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的一个大胆预言。当时有人采访他，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，肯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然后比尔盖茨说自己并不是对未来没有一丝忧虑，而是一直被一个问题给困扰着，那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。而他认为导致人类死亡的那种东西不会是自然灾害，也不会是可怕的核战争，将会是一种人类从未认知过的超级病毒。这种病毒令人畏惧，会让全世界都遭受巨大的灾难。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绞尽脑汁研制各种武器系统，但是大家都忽视了要建立防疫系统。当比尔盖茨说出这个预言的时候，底下的观众都不以为然，甚至还有人把他的话当成玩笑，说他太杞人忧天了。然而这个可怕的预言在4年后的2019年成功应验了。新型冠状病毒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席卷全球，让全世界人类陷入恐慌。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完整的防疫系统，人类被新冠病毒袭击的猝不及防，大量人类因为新冠病毒而亡，人们这才回想起比尔盖茨的预言。除了这个预言以外，比尔盖茨还在1999年预言过未来人们找工作不需要在四处奔走，会出现在线招聘，未来还会出现直播电视，会在网上有链接补充你正在看的内容的相关内容，未来会出现在线讨论版，也就是现在的评论区。但除了他过去提出的这些预言以外，不久前他又说出了未来人类将会遭遇的2大危机，比新冠更恐怖的灾难即将来袭。比尔盖茨在2021年2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过一个预言，有2种更具威胁的恐怖灾难将席卷全球。第一个灾难就是气候变化，这个灾难将会在2100年左右到来。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提到过全球变化，当时他公开发表了一场讲话，讲话内容就是气候变化比新冠恐怖多了。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到了气象灾害，一开始人们又是觉得他信口开河，但是很快北美多个国家在恶劣高温天气袭击。不仅如此，我国也出现了可怕的自然灾害，像是2021年遭遇的大暴雨，河南郑州遭遇的雨水灾祸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。除此之外，全球变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，有数据显示现在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要高 0.45%， 并且会以每10年一次的速度持续增高。除了气候变化以外，比尔盖茨预言的另一种灾难是生物恐怖主义。关于生化武器，过去也曾经提过，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国曾使用过生化武器，还有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等等。而且世界上还发生过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生化事件，比如日本铃木博士事件。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，日本一位叫做铃木三郎的内科医生为了报复，私自给病人注射了一种叫做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病毒，导致数百人死亡。还有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，日本实施生化恐怖事件，最终造成6000多人伤亡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对生化武器都是明令禁止的，还有一些生物实验仍在继续。那么你觉得比尔盖茨的预言会再次实现吗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